这2张 English Heritage 的卡今年给我们省了将近1000镑。而真正的无价之物是这些宝藏的超级小众目的地。那么什么是 English Heritage 呢？它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成立于1983年，致力于保护和管理英国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现在 English Heritage 旗下有超过400个历史遗址，其中大部分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也有一些会收取门票。对于会员来说，提供了一项非常诱人的福利，就是会员可以免费参观这些景点。今天就来做个大盘点，带你探一探这些糅合了英国历史和人文特色的景点到底是什么样的。超美废墟打卡指南，我们来到了康沃尔的廷塔哲城堡。听到康沃尔3个字，基本就是风景的品质保证了。这里还是英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城堡之一，也是亚瑟王传说的发源地。唯一可惜的是，城堡本身已经是一片废墟，建筑所剩不多。景区侧面还有大法师梅林的洞，记得退潮的时候来看。听说早在13世纪，廷塔哲就成了英国最早的网红打卡地。有记载说，朝圣者会在石壁刻十字架祈愿，还有商人把亚瑟王宝剑木雕卖到脱销。看来旅游业的套路比城堡的砖石还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惠特比这个地方本来是个正经修道院，结果被亨利8世拆家小分队砸成了废墟。1890年的夏天，布莱姆斯托克在这本签名簿上匆匆留下名字。短短4天的停留，却催生了德古拉中最经典的场景。但仔细对比，小说里阴森的修道院细节和他实际拍下的阳光明媚的照片截然不同。原来吸血鬼的巢穴3分靠实景，7分靠脑补。康尼斯伯勒城堡，这座12世纪的6边形城堡堪称中世纪土豪的任性之作。伯爵为了彰显身份，硬是把军事要塞修成了没有箭窗的时尚单品。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这座城堡的防御设施近乎摆设，毕竟伯爵更想用6边形主塔炫富，而非挡箭。这儿居然有中文的介绍。老沃多尔城堡，这地方本来是豪华别墅，结果英国内战被自己人炸了，命炸不给敌人。这场自毁家园的爆破，最终只成就了 English Heritage 如今最上镜的废墟。窗户看出去，那个秋景。而当年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如今只剩游客的野餐毯。巨石阵，那么一个不得不说的就是巨石阵。我听过最有趣的评价是：不来后悔，来了更后悔。而且作为一个世界知名景点，这个地方的门票真的不便宜。不过好在，如果你不介意走走路，其实可以有免费的通道，也可以看到巨石阵，只是不能像交了门票的那样绕巨石阵一圈。不过如果你有会员的话，那就随意了。解决了门票的问题，那么欢迎来到英国最神秘的地方巨石阵。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来这里探寻古老的谜团，建造它的目的至今无解。你可以想象自己在几千年的石器时代，站在这片巨石阵旁，感受着来自遥远历史的震撼。第二部分，亲子探险宝地，让孩子们尖叫的历史游乐场。布罗德沃斯庄园，这里堪称英国保存最完好的维多利亚时间胶囊。初代主人要求一丝不改，连墙纸的花纹都要求保持原样传承。那作为游客的我们，甚至连19世纪的生活节奏都能感受得到。哎，你说是不是站在那亭子上看这个花园和庄园应该蛮好看的？确实还不错。菜谱，快偷个艺。约克冷战地堡，1961年，这座约克冷战地堡在核恐慌中秘密建成，如今却成了 English Heritage 最硬核的景点，连墙上的辐射监测仪都还在尽职的工作，尽管它的警报再也不会响起。欢迎来到20世纪最低调的末日套房，
没有 WiFi， 但100%防核爆，至少宣传手册这么写的。好在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现在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你的手机在这里没信号。多佛尔城堡，这座伫立在白崖之巅的英格兰门神，堪称 English Heritage 景点中的顶流巨星。门票贵是真的，但精彩程度绝对对得起价格。从罗马灯塔到二战密道，这座城堡就像是一个活的历史教科书，随便踢块石头都可能碰到亨利2世时期的砖，当然不建议真的踢。爬上中世纪的主塔，俯瞰英吉利海峡，天气好的时候连法国的海岸线都清晰可见。钻入二战的地下指挥所，在丘吉尔亲自视察过的隧道里感受不列颠空战的紧张氛围。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成为了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作战指挥室。还有记得要去寻找那座罗马灯塔。是的，2000年过去了，他还在倔强地当英国最老打工人。这事儿拎不起来。有一些小 tips。中世纪的地道有时候会维修，我们第1次去的时候呢就没有看上，所以又去了第2次。还一个呢，就是这个城堡里的内容非常多，所以预留至少5小时参观，5小时甚至都只能走马观花。我们看了2天都满满当当。接下来我们来到伦敦北部的雷斯特公园，这里堪称英法建筑界的混血儿。于1830年代建造的宅邸，却穿着18世纪法国城堡的外衣。连英国多雨的天气都浇不灭它的凡尔赛梦啊！漫步其中，你会发现这座由肯特公爵在1706年设计的花园，完美诠释了什么叫跨国混搭。法式的几何严谨遇上英式园林的随性，就像英国人喝下午茶非要配马卡龙一样，令人玩味。这是主人最常待的一个房间。living room， 哇，这楼梯间，松塔有的爆开，有的是绿的。第3部分，罗马不列颠密码。你是否听过英国也有自己的长城？你是否考虑过著名的边境牧羊犬到底是哪里的边境？对，答案就在哈德良长城，这个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边境线。哈德良长城和中国长城一样，是很长的一段，其中有几个比较有特点且保存完好的部分就被圈出来当成景点，其中大部分都被 English Heritage 收入囊中。不过有一说一，这些景点没有怎么经过修复，还是保留的原始废墟的样子。看看里边的介绍蛮有趣的，但是如果希望可以像是中国的长城一样在景点里边看到非常完整的建筑，还是不现实的。
在英格兰肯特郡的斯陶尔河畔，里奇伯勒罗马要塞的废墟静静伫立。这里是公元43年罗马军团登陆不列颠的第一站，也是帝国统治不列颠400年的历史起点。我身后就是2000年前罗马人第一次征服不列颠岛的时候登陆的地方。这个地方位于肯特郡，其实现在它距离海边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在2000年前的时候，这里就是海港，是海岸的最前线。这曾经是罗马的一个澡堂，给士兵洗澡和放松的。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这儿也活捉了一个洗澡的小士兵。旅游景点上难度了呀！我天哪，我天哪，我得扶一下。哇，看这个复原图的样子，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这个大约是1700年前的城墙。这个地方曾经发现了差不多2万枚罗马时期的钱币，所以可见这个地方当年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方。罗马城市在公元43到410年，罗马曾经统治过英格兰，这里也留下了不少罗马城市的遗迹，比如说这个。传说中它是罗马时期的第3大城市，也有说第4大城市。别的不说，看到这些摞起来的砖头，大家就知道罗马人又在这里建澡堂了。真的，罗马人对洗澡是真爱呀！站在这个排水沟前，你仿佛能闻到2000年前的橄榄油香气。如今只剩野草爬过瓷砖。不知道当年在这里泡澡的罗马人是否想过，他们的帝国会像他们的澡堂一样轰然倒塌。能保存成这样已经不容易了。第4部分，贵族骚操作大赏，比唐顿庄园还刺激的真实历史。埃尔特姆宫，欢迎来到埃尔特姆宫。这座中世纪英格兰的皇家行宫最骄傲的成就，大概是成功培养出了史上最雄的国王亨利8世。没错，就是那个娶了6个老婆还总爱砍人头的暴脾气 boy。但是时间来到1930年，画风突变，土豪艺术爱好者陶尔德夫妇带着他们的镀金浴室和美洲豹地毯闯了进来，把这里改造成了装饰艺术的神作。衣帽间。这是男主的房间。最精妙的是他们对待历史的态度。15世纪的大厅要保留，但旁边的餐厅必须够炫酷。于是哥特式木梁和流线型家具开启了一场跨越500年的茶话会。这里曾经有一只狐猴，在这儿生活了15年。墙上木雕雕的应该是《空城计》，诸葛亮在城墙上弹琴，然后这司马那旗上写着司马，这应该是司马懿。司马懿中了诸葛亮《空城计》，所以都没进去。你看，故意弄俩人地上扫地，假装很淡定。对，就是他这儿是不是一个半包围的这种，然后门一关，里边那片拉出来，它就是一个这种。这条大鱼多少有点明显了。
博斯科贝尔庄园。在英格兰的密林深处坐落着一座博斯科贝尔庄园。这座17世纪的狩猎别墅因为一段惊心动魄的王室逃亡而被永久载入英国史册。1651年，英国内战中战败的查理2世被迫逃亡，他先藏身于庄园附近的一棵古老橡树的树冠中，随后躲进别墅精心设计的墓室密洞。我们来到了查理2世躲藏的那棵橡树。这棵树现在虽然还叫 The Royal Oak， 但它实际上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一棵了。之前那一棵在那件事情之后，好多人来这儿朝圣，来这儿撅它的枝子，所以它在18世纪晚期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但仍然是那棵传奇的皇家橡树 Royal Oak 的直系后代。凯尼尔沃斯城堡，这座始建于12世纪的要塞城堡，在1575年迎来了其历史上最华丽的转型。时任城堡主人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为了欢迎伊丽莎白一世的到访，不惜重金打造了。尽管达德利伯爵这番精心准备堪称16世纪最豪华的求婚礼物，但历史记载显示，伊丽莎白女王最终并未接受他的追求。传说这儿原来是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住的房间，这里面咕咕的，好像有咕咕耶。整的挺高啊，这有点软，好几层呢。阿普斯利。接下来我们来到的这个房子可厉害了，它位于伦敦海德公园的大门口，被称为伦敦1号。这里是惠灵顿一世的房屋，打败拿破仑的那个惠灵顿一世。那些悬挂在墙上的83幅油画，每一幅都承载着动荡岁月的记忆。它原本属于西班牙王室，在拿破仑的铁骑踏过伊比利亚半岛时，被他的兄长约瑟夫·波拿巴据为己有。直到威灵顿在维多利亚战役中取胜，这些艺术瑰宝才重见天日。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7世为表示谢意，将这批画正式赠予了威灵顿。迪尔城堡与沃尔默城堡。16世纪40年代，亨利8世下令在肯特郡海岸建造了2座独特的城堡，沃尔默城堡与迪尔城堡。他们的花瓣形设计不仅是军事工程的创新，更成为都铎时期防御建筑的典范。但是真的超像直男很爱送的那种集合的化妆盘，有没有？我们现在在迪尔城堡，这个城堡是亨利8世建的，为了防御神圣罗马帝国。盖成房子估计都难下来。地堡是吗？这2座城堡采用同心圆结构，厚重的石墙与多层炮台构成严密的防御体系。有趣的是，它们的布局酷似6瓣花朵，在粗犷的军事建筑中罕见地融入了对称美学。19世纪，沃尔默城堡成为武港总督官邸，惠灵顿公爵晚年曾在此居住，并深深喜爱这座建筑。1852年，他正是在沃尔默城堡的卧室中安详离世，为这座军事堡垒增添了一抹宁静的历史色彩。第5部分：神秘学圣地巡礼。奥古斯丁修道院，这座由圣奥古斯丁于公元598年创建的修道院位于坎特伯雷。坎特伯雷大教堂太有名了，
所以这里是很多游客会忽略的一个重要遗址。这里是英格兰基督教信仰的摇篮，基督教从这里传遍不列颠大地。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坎特伯雷大教堂、奥古斯丁修道院和圣马丁教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甚至被学者推测可能是贝叶挂毯创作的灵感来源地。Battle Abbey 1066的黑斯廷斯战役应该算是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了。诺曼底公爵威廉在此击败了英王哈罗德二世，开启了诺曼征服时代。为纪念这场战役，威廉在传说中哈罗德战死的地方兴建了 Battle Abbey， 既为忏悔战争的血腥，也为彰显胜利的荣光。这座修道院繁荣了400余年，直至1538年宗教改革时期被解散。如今修道院是一所学校，想来参观的小伙伴记得要在学生放假的时候来哦，要不然只能看看大门和露天的战场了，就不能去房子里参观了。And he said,老萨勒姆。老萨勒姆堪称英国最任性的历史遗址。这原来这个城堡这么大呢？这是一个将中世纪城堡、大教堂、铁器时代堡垒混搭在一起的要塞。当了150年的政教中心，居民们突然集体搬走，还带走了大教堂，却硬是又做了500年有名无实的腐败选区，直到1832年才被强制退休。这两棵树像不像肺？达尔文之家。我们来到了达尔文之家。这位写出物种起源的科学家用进化论震撼了世界，物种起源就是在这个房子里写出来的。他和他的妻子是表亲，而他们共同的祖父正是英国顶级瓷器品牌 Wedgwood 的创始人。这个花园环境特别好。他们的房子里面呢，2层是一个展览，1层是他的一些什么会客厅、餐厅、台球厅，还有他的工作间，就是 study room。他真正写物种起源的那个房间，还有那些摆设什么的，都有复原，有可以去参观。发现一只小肉鹰。好啦，这就是今天带大家逛的 English Heritage 景点，从神秘的古堡到有故事的废墟，每一处都像翻开一本立体的历史书，超酷的有没有？说实话，站在这些地方总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几百年前的人可能也站在同样的位置，看着同样的风景。如果喜欢这种穿越时空的 vlog， 欢迎点赞订阅哦。下期想看哪个景点，评论区告诉我吧，我们下次见。